各位朋友，这个互联网时代呢，你看我老说一句话啊，说这个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啊，这是一言以兴邦，一言以丧邦。尤其是公众人物在互联网时代说错一句话，就很容易万劫不复啊。韩红的一句江湖场面话，给冯导走个面儿，这下把自己给走没了啊！今天呢，有粉丝发过爆料说，浩哥，这个事儿你觉得是真的吗？有人在这个推特上爆料说，韩红被北京的警方立案调查了，说韩红今天被北京民政局约谈，北京警方正式立案调查韩红的经济问题。这个是7月28号的一个爆料了。啊，那这个事儿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？现在推特上呢，现在都在传，这个面走大了，北京警方正式立案调查韩红的经济问题。我看了一下呢，传这个的账号呢，是有反贼们的账号啊，也有吃瓜群众们的账号。那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呢？这个我不敢确定啊，但是呢，在前几天的我的节目中啊，你可以看到有不少的中国内地的网友实名举报韩红。按照中国的规矩的话，有实名举报必须要约谈，必须要调查。所以韩红被调查呢是肯定的。那至于是不是北京警方调查他的经济问题，我觉得中国的网友提出了很多灵魂的疑问。韩红这些问题怎么解释呢？很多网友提出一个非常扎心的疑问，基金会70%公益支出这条红线会不会被账目记账方式巧妙包装？就拿当年百人援肝项目举例，大家印象里70%的项目支出应该全部是给到老百姓的救护车、药箱、医疗物资，但按照现行的会计记账规则，项目宣传费、纪录片拍摄、差旅物流、现场执行费用全部都可以计入项目总支出。账面数字达标70%，只是账面上合规，不等于70%的钱都变成了送到基层群众手里的实物物资。网友质疑点就在这里，费外公示宣传费用按市场价估值1400万，实际落地拍摄、制作，真实成本可能900万就足够完成。宣传这一部分就要占用几百万预算，再叠加专家差旅费、会务费、培训物料、后勤杂项一系列开销层层扣除之后，真正采购物资直接给到受助群众的资金，甚至连项目总金额的一半都达不到。并不是说这么记账直接违法，这套记账方式完全符合财务核算要求，但这里就出现了普通捐赠人认知上巨大的落差。我们阅捐款的时候，内心默认绝大多数钱都会直接用来救人、采购医疗物资，结果事后才发现，相当一部分善款消耗在了项目推广、行程执行、宣传记录上面。合规不等于合理，达标不等于透明。老百姓拿出善意捐款，想要看到的不只是一张审计合格的报表，更希望每一笔大额宣传执行费用单独列明明细，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每一笔钱具体花在了哪里。只有把每一类开销完整拆解公式，才能真正打消捐赠人心里面的猜忌。看韩大善人36计之现场为这位患者和他的家庭捐款。还有只有对讲机。老白过滤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我们全队现在现场发起一个募捐。他们不羞不相脸的，真是。是这样，你看看这些好心人，谢谢更谢谢我们了，好，谢谢擦一下，弟兄们给我捐！令人感动的是，地震现场的许多志愿者、车手、医疗专家、媒体工作人员都参与了捐款。很多现场服务的志愿者们把当时身上能找到的钱都捐了出来。不要再跟大家要。看过程把我感动的泪流满面。就当事人这句话说，不要再跟大家要了，我笑死，真的啊！弟兄们给我捐，我自己一毛不出，名和利都落我头上了。我要是当年跟他一起工作，我都不敢带现金，
动不动就让我捐，我还以为是他自己要捐给人家的，没想到是他妈害大家去。人家当事人都说了，不要再跟大家要了，你就该说不说，这摄影师挺多的是吧？搁他心里边就是自掏腰包，这活他干不了，就是现场捐款也是别人的，就好人都让他做了，人家捐了款，最后还得感谢他。别人越捐越穷，他是越捐越富，好一个慷他人之慨呀！就是用了他的名，他倒是镀得满身金光，他真的是常年劳累，身体都累肿了。有人说那是以前的视频，是那个视频，那个时候还在是打窝子的阶段，就今天你才能看见这个天才200万撬动了8个亿的故事。还有那个伊丽静采访他说他做公益，坐火车，是他做公益是坐火车去的，好久没坐火车了，你看这不对上了吗？可见呀，眼泪是这个世上最不值钱的东西。再一个，我觉得呀，聚光灯下的演员最恶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受害者对他感恩戴德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韩大善人36计之连环计。钱嘛，让领导弄了300万，到出发前多长时间内解决的？不到1个月吧。据我了解，你每年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。那没办法，会的。这问题不是常态吗？如果到临了那一天还解决不了，还是没有人赞助怎么办？我自己出钱，规模可以小一点，能做多大事做多大事。我觉得怎么也到不了干不下去了吧，但明年可能面临这个问题。明年做不了，我就带人去长城捡垃圾去。这项目听着挺不错。他想通过长城卖惨哭穷，通过长城这个国家的符号扩大自己正能量，爱民爱国为民，宣传大慈善家这个正能量，让我们感觉很同情他，给他捐款。他太懂得如何立人设了，就意思就是大不了我掏钱，就是意思就是他从来没掏过钱，300万筹不到，账上躺着几个亿搁那做理财。你们呀，全身呀都是民脂民膏，你说你吃不上饭，你还能这么强壮？你就说人家体格子吧，天生抽雪茄喝茅台的料。我感觉呀，那个东鹏特饮都被他骗了，就像那个《人民的名义》里边那个赵德汉一样，就这种很多励志的故事都这样的，他必须得树立一个在人民群众中高大上的一个形象。我们呀，全国都得感谢这个冯导。要是没有抓特务这个电影，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还真的有特务存在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我们来看韩大善人36计之将计就计。巴金先生，我想我对他最熟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就住着他们家房子，巴金先生的老房子恰恰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，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东通顺街98号，我就在那个院子长大的。那巴金老宅拆除后，原地修建了歌舞团家属宿舍楼，你住的是旧址上新盖的单位宿舍楼行吗？你呀，专门找有名的人往自己身上贴金。你说你是搁大学这套打法挺厉害啊，挺高啊。我觉得你应该是看着巴金长大的，你小时候还抱过他，你忘了吗？曹操小时候跟你是同桌，你跟那个川普啊能聊一起去。听你的故事啊，就跟那个蒲松龄讲那个聊斋一样，那千奇百怪，光怪陆离的。按你这个理解，就是你跟恐龙也认识，他住的地方你也住过，你跟希特勒在一个学校上过学，二战时候是你让扔的原子弹，对吧？女娲跟你是好姐妹，你俩经常一起搁那喝茶。当初这天还是你出的主意让他就不平的。当年诸葛亮
回来斩马谡的时候，你从哈佛开 F1 赛车把人马谡给带走的，上车给他点了一根高希霸，说别怕，我老大是臧天朔。就是你们发现没有，就是不管是明星还是什么大腕儿，哎，还是什么什么玩意儿领导什么的，是吧？瞎话谎话张嘴就来。完有的人说啊，你别太较真，人家这么一说，哎，对，人家是这么一说，但是人家也就这么一谈，哎，你要愿意傻叉的话，你别带着别人说为什么墙倒众人推呀？那是因为这是危墙，不推倒太危险了，必须得铲平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来看韩大人36计之瞒天过海。可不可以问点行话？哎，您说，拜了谁的师傅？我先生李金斗。知道我跟他的关系吗？啊，夫妻。哎，被骗。这个不敢瞎说。你是金斗的学生啊？对，第50个。哦，那你可能不知道，那我就说一句吧。我是刘宝瑞的孙女。刘宝瑞死了，你还没来这个世界上呢，你是去坟上认的吗？那你要这么的话啊，我是太上老君的孙女，那岳云鹏女儿也可以说是郭德纲的孙女，你吧，你就能往那个不能说话人身上靠，反正死无对证，是吧？你要是刘宝瑞的孙女的话，我们广大网友是刘宝瑞的衣食父母，那你是叫我们太奶太爷了。你说这刘宝瑞吧，这一生啊有点苦啊，自己是相声名家，老婆在胡同里边卖冰棍养活自己的西藏孙女。不过人家好在人家孙女有本事啊，人家用200万撬动了8个亿，哎，左手库里南，右手高希霸，人家考上哈佛都没去，人家搁那苦练车技，终于考上了 F1 驾照，拜师柯受良要飞越黄河。这就是韩大善人东拼西凑完美的一生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兄弟们给我捐，我来收钱。一家人全靠一个小商店维持基本的生计。韩红当即决定现场为这位患者和他的家庭捐款。谁有对讲机？很慢，很感谢。老白关绿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我们全队现在现场发起一个募捐。就不相连的，真是。是这样，你看看这些好情人。谢谢前辈，更谢谢我了，好，谢谢没有。弟兄们，给我捐！令人感动的是，地震现场的许多志愿者、车手、医疗专家、媒体工作人员都参与了捐款。很多现场服务的志愿者们把当时身上能找到的钱都捐了出来。不要再跟大家要，不要再跟大家要，不要再跟大家要。太感动了，连当事人都绷不住了，别再跟大家要钱了。你这办的，连收捐人都不好意思了。有人说这一幕特别像，每次参加红白喜事儿，我都拿别人的烟先发一圈，剩下的装自己的口袋里，别人都夸我是个大好人。还有人说了，有没有1、2、3上链接的感觉？又有人说了，不对，这上链接啊，好歹还卖你个东西，这是纯白药啊，倒像是大 PK 要礼物一样。来，兄弟们，一人一个棒棒糖。刚开始我也以为他喊财务啊要大款个几10万，结果呢是来，兄弟们给我捐，我来收钱。这个中国美女编排的这个韩式慈善的36计，虽然啊是有这种喜剧的嘲讽的这种因素在里面，但是呢它背后藏着的那些广大的朴素的这些老百姓网友的疑问，韩红如果解释不了的话，恐怕他很难啊能够通过这一次的调查吧。各位你们怎么看呢？点个订阅，下期再聊。